这位速度气势满、一路狂奔的女孩是我们的女主卷发妹。此刻她正用拙劣的演技为旅客登机争取时间，但被智商高达180的男主聪明哥无情拆穿。聪明哥有个从小遗落在外的表妹，大限将至的爷爷遗愿就是找回这个流落在外的孙女。卷发妹有个好赌马的老爸，欠下高利贷的父女，你追我逃，你插翅难逃。就这样，两人又一次撞到了一起。视财如命的卷发妹来到酒店讨要精神损失费，聪明哥一如既往的睿智，两人不欢而散。在卷发妹正打算离开时，酒店负责人向聪明哥汇报，酒店中文翻译人员晚会无法赶到。正焦虑时，聪明哥灵光一闪，想到卷发妹是一个精通3国语言的导游。说时迟，那时快，卷发妹就这样幸运地解决了燃眉之急。接待中，卷发妹机灵可爱，给聪明哥留下了一个不一样的印象。接待结束后，无处可去的卷发妹偷溜回接待别墅里住了下来。隔天，内心过意不去的卷发妹主动给别墅打扫起卫生，不经意间走过一片果园，满树的橘子就像一张张钞票，深深印在了卷发妹的眼眸。于是这天，聪明哥回别墅摘爷爷最爱吃的橘子。大婶，开启逃跑技能的卷发妹如兔子一般在林中疯狂走位，身后的聪明哥紧追不舍，眼见甩不掉。不料还是被聪明哥一眼识破，疯狂道歉的卷发妹一边告知自己的悲惨境遇，一边将自己的非法所得如数上缴，但还是被聪明哥无情推出门外。当看到卷发妹在冰箱里给自己留下的果酱，聪明哥终究还是动了恻隐之心，让卷发妹为自己的客人做一日导游。这位刚从温柔乡出来被撵得疯狂逃窜的帅气男是我们的男2号。这天被爸爸债主追赶的卷发妹和帅气男相遇，帅气男以一己之力撂倒一群人，拉着卷发妹驾车逃跑，一个帅气的漂移成功出逃。我们的爹！回想和爸爸过去快乐的生活，卷发妹流下了伤心的眼泪。看着这个充满迷惑行为的女人，帅气男产生了强烈的好奇心。帅气男和聪明哥家世世交，这天应帅气男妈妈的请求，聪明哥付钱让卷发妹带他游遍济州岛找人，果然在最热闹的地方找到了他。第二天，卷发妹急不可耐地找到聪明哥索要寻人费用，着急出差的聪明哥说等他回来再说，等不及的卷发妹誓死不从，钱就这样掉在了地上。薛公灿先生，你这样聪明哥不耐烦地甩开。聪明哥被气笑，伴随异样的眼光踏上了他出差之旅。这天，卷发妹被抓住带走，他再一次用上精湛的演技，让对方相信他和身世显赫的聪明哥有过一段难忘的曾经，成功将锅甩给了聪明哥，自己踏上了去首尔的逃亡之路。好巧不巧与帅气哥在机场相遇，为报恩情，卷发妹帮帅气哥甩掉了来找他的黑衣保镖。这天，黑社会这帮人来找聪明哥要债，聪明哥才知道卷发妹临走回首尔时莫名其妙的歉意从何而来，连黑社会都敢骗，聪明哥也是被气到无语，不得不对他精湛的骗术心生佩服。行走间，聪明哥灵光一闪，想到多年来找人未果，爷爷日渐消瘦，已经没希望了。帅气男不经意的提议，带个长相差不多的回来嘛。秘书评价卷发妹酷似他姑姑的长相，好像哦。加之卷发妹提到自己过往的经历，他老安说他是去讨奶水把我给养大了。心中一个大胆的想法快要破茧而出，于是匆忙赶到首尔找到了卷发妹。薛公灿先生，我的妹妹，你来当我的妹妹。卷发妹一脸懵逼，聪明哥提出丰厚的报酬，让卷发妹配合出演自己的妹妹。卷发妹第一次良心发现，认为扮演去世的孙女欺骗快去世的老人，良心过不去。但面对聪明哥真诚的请求，想到聪明哥多次对自己的帮助，答应会认真考虑。夜晚，卷发妹梦到聪明哥向自己疯狂砸钞票，最终没有经得住钞票的诱惑。第二天就找到聪明哥接受了任务，两人从成长经历开始商量。这天，卷发妹和帅气男再次相遇，帅气男向卷发妹询问联系方式。在得知卷发妹没有手机后，大方的将手机留给了她，但思路新奇的卷发妹在看到她和自己妈妈同行后产生了误会。流了狼！哎呦，你不应该拿的。次日，帅气男约卷发妹见面。经过一番脑补，你已经有貂皮大衣张女士了，居然还敢对我放电！
想到归还手机，卷发妹准时赴约，提出以后不要再联系。帅气男不知所以，卷发妹解释说我可没有闲情逸致去养一个小白脸。说完就要离开。这时帅气男了然一笑，解释对方是自己的妈妈，尴尬又不失礼貌的微笑在卷发妹身上体现得淋漓尽致。贴心帅气男通过假装中奖的方式将手机送给卷发妹，羡煞一旁众人。刚出门店，帅气男又展现了一把自己的帅气。两人来到一家店外，电视上正播放着奥运会上正大杀四方的女2号漂亮姐。帅气男感叹到聪明哥和漂亮姐的前生往事，原来聪明哥和漂亮姐曾经是恋人，在中获得优胜，达到真正梦想的时光。但漂亮姐为了事业抛弃了聪明哥。在帅气男看来，事业有成的漂亮姐想重新回到聪明哥身边，难如登天。夜里，聪明哥爷爷忽然病危，来到医院的卷发妹才知晓聪明哥爷爷是酒店会长，地位崇高，压力倍增，内心再一次产生了退缩。但是回想到聪明哥真诚的请求，拜托你了，你愿意答应我吗？卷发妹毅然决定回到病房帮助聪明哥。爷爷愿望达成，泪流满面，接着闭上了双眼。聪明哥无法接受，埋头痛哭。那个东西，嘟一声才是真的走了。原来爷爷只是睡着了。聪明哥真诚向卷发妹道谢，卷发妹会心一笑。第二天醒来的聪明哥看到守在病房还未睡醒的卷发妹，认真的将她扶到沙发上，让她睡得更安稳。不料和来看望爷爷的家人们撞个正着。告辞了。正欲离开，爷爷忽然醒来。无奈，卷发妹只好承认了爷爷孙女的假身份。结束后，卷发妹想跑路。罗有林，你认为你可以告辞吗？